你还不想睡吗？不妨听听我说的故事。我需要你闭上眼，想象我说的故事场景，身临其境。深夜请闭眼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68年的泰国。伊布是一名某山区医院的护士，当年22岁的她年轻漂亮，是个医院之花。由于当地护士严重缺乏，5名护士都需要轮大夜班。在某个冬天的凌晨，伊布一个人像往常一样巡视病床，巡视到一半，护理站的访客铃响了。布伊心里觉得非常奇怪，值班几年从来没有半夜有访客的。伊布不疑有他，快步前往护理站。伊布到了护理站，看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伊布觉得非常奇怪，心里想：难道访客铃坏了？伊布等了1分多钟，还是没有看到访客。于是他去了厕所。当他出来厕所时，看见3名男人，体型都相当壮硕。伊布当晚就被3名男人给玷污了。伊布衣衫不整，呆坐在厕所好一阵子，回神后马上报警。院长也赶到现场，并请伊布先行回家休息。伊布两眼无神地回到家里，到了浴室，衣服也没有脱，只是一直淋着水，不停地冲身体。冲了不知道多久，伊布回到床上，哭肿了双眼。早上9点，布伊做了一个噩梦惊醒。一个闺蜜担心伊布的情况，约她吃个午饭，就怕伊布做了什么傻事。中午闺蜜见到伊布，觉得他的心情还算平稳，更新彼此的近况。闺蜜突然发现伊布左眼角多了一颗痣，并且和伊布说，伊布没有心思去管他脸上多了颗痣的事情。隔天伊布打电话给院长，说他可以上班了。于是当晚就去值班了。事发过后的3个月，晚上都有警察驻点，可以说是相当安全。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伊布得知他感染了艾滋病，心里非常沮丧，并开始怨恨。伊布发现他再也没有爱情了，也不能组织家庭、结婚生子。这天，伊布终于爆发了，看到新生儿室的婴儿更加厌世。到了凌晨，伊布到了新生儿病房，恶意的把新生儿的手环与其他新生儿的手环乱换，导致新生儿出院时，每个家庭抱回去的小孩全都报错。7年后，陆续有家庭发现自己的小孩长得和自己越来越不像，并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不忠。验了 DNA， 果然都不是自己的小孩，造成多个家庭离婚。3年后，伊布自杀了。10年之间，伊布偷换了几千名婴儿。自杀后，医院来了另一个护士，名叫梅芬。这天晚上，梅芬也从噩梦中惊醒。她起床，照了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的左眼角多了一颗痣。从此之后，梅芬也开始做和布伊一样的事情，偷换婴儿的手环。只要在这家医院的女护士值大夜班上厕所，这股怨气就会一直透过噩梦传给下一位女护士，直到自杀。